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拥有与失去的概念。拥有呢，是我们从出生孩儿时期、幼儿时期，是大人们或是这个世界们不断在教导我们的事，比如说，baby，这是你的书，这是你的书包，这是你的晚餐，这是你的礼物等等，这是你的学校，这是你的同学。小时候，我相信大人们都会跟你这么说。好，这就是开始拥有你的想法。那当你有你的、我的想法时，拥有这个概念就出现了。就是从小我们是被教导出来的。我们出生来到地球上，一定不知道什么事情，都是大人们的教导，我们才慢慢知道。那走进身心灵之后，才要慢慢把以前大人所教导的事情一件一件脱掉。我先讲小时候，我刚刚讲你的拥有这个概念是大人或者是这个世界教导你的，所以你慢慢了解到哦，你的、我的，你拥有什么，我拥有什么。好，那以前可能在还没有出社会前，都是大人们给你的，所以呢，你可能不会有那些争执啊或什么。当然，偶尔如果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，他拿走你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啊，我东西被抢走了，这个时候失去的感觉就出来了，因为你会觉得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他为什么抢走我的东西？就会有那种失去的感觉。又或者可能大人们教你说这是你的亲人，你的谁，你的谁，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亲人会一个一个的离开，那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失去了谁？我失去了谁？比如说我失去了我的外婆，我失去了我的外公，我失去了我的爷爷，等等，你就会了解到我失去了一个亲人。因为你觉得你曾经拥有，所以你会觉得就会有失去的概念。当有失去的时候，痛苦的成分开始产生。OK，那如果你慢慢长大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或者是我的，你可以自己争取，靠自己的双手或者是靠自己的能力来拥有这些你想要的。比如说这件衣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所以这是我拥有的衣服。又或者可能婚姻，我想要有一段婚姻，于是我很努力的去经营一段感情，然后拥有了一段婚姻。但是没有想到婚姻不 OK，结果呢破裂，所以我失去了一段婚姻。在还没有体悟到这个阶段时，其实也在水深火热当中，就是那时候还不能理解，所以跟一般人都一样，在痛苦中活过来、走过来。OK，其实这些都是长大之后自己为了想要拥有什么而去争取，也因为你有努力的去争取，所以当它消失不见时，就是失去的时候，你的痛苦就会开始产生。所以很多人的痛苦是因为你曾经拥有，然后失去了之后，所以痛苦产生。OK，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了解一下，拥有跟失去它是对等的名词，那如果我没有了拥有，就不会有了失去，不是吗？前面说小时候你的东西，你拥有的概念是大人教你的，世界教你的。那等你长大出了社会，你想拥有的一切是你自己努力而来的、争取来的，或者是花钱才买来的。如果你把这个我拿走，把这个我这个字拿走，我的就会变空白的，或者是问号的。就是如果我把我讲刚刚那个，我讲比喻婚姻这段，空白的，为了婚姻，然后努力争取一切，然后最后婚姻破裂，然后失去了，问号失去了，空白失去了。当我把我拿掉了之后，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样讲起来好像听不懂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把这个我拿走，我也不拥有这一段婚姻，我只是来地球体验这一段婚姻的日子而已，只是这样而已。我并没有失去什么，因为不曾拥有过，哪来的失去？只是来体验这一段日子而已。
这一段有婚姻的日子，这一段有公公婆婆的日子，就这样而已。又或者我讲我地球朋友好了，我有2个姐妹A 跟 B， 她们2个磁场不合，可是呢2个都很有控制欲占有欲，那她们俩很想拥有我这位好朋友，所以呢在我有一次在办活动需要募资的时候，募资，然后 A 呢就当然也会赞助我一些金钱去做一些好事，那 B 呢就会想要跟 A 较劲，所以他私下了解到 A 赞助我多少，他也要赞助我多少，就是他要去跟他抗衡，他要让我知道他不会输给 A 就是私下用很多小手段让 A 很讨厌我，或者是对我误会，所以呢 A 认为说他跟我比较好为什么我没有因为他而离开 B？ 当然我跟 B 也是好朋友，我不会因为他们2个磁场不合我就跟谁不好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但是 A 就是会认为说我背叛他，因为我的心没有向着他，就叫背叛他，所以我跟他就渐行渐远，就失去了好朋友的关系，就是失去，因为他拥有嘛，他是地球人，所以他有拥有的概念，当然相对的他就会觉得他失去我这个好朋友。那因为我已经知道 B 背后做了很多的小心机、小手段，那我不喜欢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就跟他渐行渐远。那当然在他的世界来讲，他也觉得失去了我这个好朋友，因为他也是有一个拥有的概念，当然他就会觉得失去我这个好朋友。可是这是人性人性，但我呢？我把那个我拿走了，我不曾拥有 A， 我也不曾拥有 B。我刚刚讲了，都是来体验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这个灵魂都只是来体验，就只是来体验我跟 A 相处的这2-3年的日子，就是我只是来体验跟他共处这2-3年。那 B 呢也是一样的，他有拥有跟失去的概念，但是我没有，我把我拿走了，一切都是问号的，问号拥有，问号失去，没有拥有哪来的失去？我只是跟 B 去共同相处了1-2年的在地球的时光，就这样而已。如果我是这样想，当然痛苦就没有像他们2位这么大，那当然受伤害也没有像他们2位这么大，也就是说归零的速度会很快，看事情的眼光就是宽度跟远度也会不一样，就是会跟大家不一样。所以你要练习把我拿走，比如说我爸妈好了，我不觉得他是我爸妈，我不觉得他们是我的爸妈，但我仍然很尊敬，是因为我妈妈的子宫所以来到地球。那我既然把我拿走了，就没有我拥有，我只是来地球体验跟他们2位在地球的相处时光。那如果我的小孩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也一样的，他们不属于我的，当然我也不拥有他们，但是我只是来地球来体验跟儿子的相处时光，跟女儿的相处时光，谁会先离开地球都不晓得。但你如果没有了这个拥有的概念，就不会有失去的这样的痛苦氛围。所以用这一支小小影片跟大家分享拥有跟失去这个相对等的名词。如果你可以把前面的我或者是你拿走，就会变成空白的。那既然是空白的，就不会有失去的感觉。你既然不曾拥有，比如说我刚刚讲这件衣服，你觉得我买了拥有它，你觉得我会穿它到80岁吗？不会嘛。也不过我是跟这件衣服共处，可以穿它的这一段时光。那如果我是这样想，在我不能穿它的时候，丢进旧衣回收桶，我就不会有那么伤感的感觉，我反而是谢谢它带给我曾经美丽的回忆。就这样，每一段关系，如果你都是这样想，拥有跟失去不存在，都只是来地球体验的一切时光时，痛苦的氛围就不会那么重。但这必须还是要在生活上点滴的提醒自己，才有办法把心一点一滴的开阔。当你在人类的眼光觉得你失去了什么事，不管是你觉得是婚姻也好，孩子也好，
人类的眼光会觉得你就是失去了，但如果你是用这个角度，你是用我这个角度把我拿走了，不曾拥有过哪来的失去，一切都只是来体验一起相处的时光时，你痛苦的成分就会降低降低降低。OK， 今天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听得懂我要讲什么，大家平安。OK，I love you，拜拜。